俄罗斯一旦战败或将面临二次解体，哪些地区最有可能独立？俄罗斯拥有194个民族，85个联邦主体，其内部声音并不是一致的。如果俄罗斯在冲突中失败，那么西方会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，甚至肢解俄罗斯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俄罗斯哪些地区有可能独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车臣共和国。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，拥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车臣共和国盛产石油和天然气，其石油开采、石油加工、化学及其制造较为发达。它连接着俄罗斯与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、格鲁吉亚之间的石油和铁路线。车臣地区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，因此先后受到罗马帝国、阿拉伯帝国、蒙古帝国的入侵。16至17世纪，俄罗斯开始影响车臣地区。18世纪后，开始武力征服车臣。19世纪，沙俄完成对车臣的殖民。苏联成立初期，国内尚不稳定，车臣陷入无政府状态。1922年，苏联将车臣地区划成车臣自治州。二战爆发后，车臣民族主义泛滥，导致车臣人仇视苏联制度。为了独立，甚至与纳粹德国合作。1944年，斯大林掌握车臣通敌的证据后，将38.7万多车臣人强制迁移到哈萨克斯坦，直到赫鲁晓夫执政才允许其迁回。苏联解体后，因为俄罗斯政府与寡头争夺车臣石油资源，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。车臣所在的高加索地区内有复杂的民族矛盾，外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侵袭，因此一直是苏联分离主义的领头羊。在苏联解体的刺激和西方的干涉下，车臣矛盾进一步激化。1999年，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。在战争中，美国耗费了50-60亿美元支持车臣武装，两次战争都极为惨烈。车臣是穆斯林区，与俄罗斯东正教信仰不同。现在对俄罗斯的服从，更像是建立在车臣领导人对普京的忠诚上。如果俄罗斯真的面临再度解体，那么车臣恐怕会争取独立。达达斯坦共和国。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东欧平原东部，距离哈萨克斯坦不足200公里。达达斯坦面积约68000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388.5万。该地区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。在此基础上，达达斯坦有发达的机械、石化、制革业等产业，主要工业中心有喀山、阿尔梅济耶夫斯克、切尔内、夏卡姆斯克等地。达达斯坦在俄罗斯内部拥有超然的地位和特权。该地区以国家的形式与俄罗斯联邦联合，在财政、税收等方面享有特权。苏联解体前夕，达达斯坦曾要求独立。苏联解体后，该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，61%的民众同意独立。但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惨烈打消了该地区的独立计划。鉴于其特殊地位，如果俄罗斯解体，该地区有一定的可能独立。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。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位于亚欧交界处，人口超过400万，行政面积为143600平方公里。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俄罗斯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，也是俄罗斯的石油开采区之一。该地区的各个炼油厂可以加工石油达6000万吨，其石油加工量为全国总量的1/8，石油加工的深度超过70%。巴什科尔托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共和国，境内有110个民族，民族的多元化也导致了该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性。2022年9月，俄罗斯宣布部分动员时，该地区就爆发了抗议活动。今年1月，巴什科尔托斯坦爆发示威活动，要求现任共和国领导人下台，并释放反对派领袖。库尔斯克州。库尔斯克州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，面积2.98万平方公里，其西部和西南部与乌克兰接壤。库尔斯克州处于黑土带，因此适宜发展农业生产。该州的粮食年产量为200万吨。库尔斯克州有丰富的资源，其铁矿运含量居世界前列。受此影响，该州的冶金、机械、金属加工、石化、电力等工业较为发达。此外，库尔斯克的塑料橡胶产品、染料产品在俄国内居重要地位。3月11号，库尔斯克州遭到乌克兰炮击。同时，根据网络消息，库尔斯克州近期遭到俄叛军进攻，并发起独立公投。别尔哥罗德州。别尔哥罗德州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南部，其西部与南部与乌克兰接壤。该州面积约2.71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超过200万。
别尔哥罗德州位于中央黑土带，1/3的土地都是黑土，因此适宜农业发展，是俄罗斯甜菜加工和白糖生产规模最大的州。该州拥有十分丰富的铁矿，蕴含有俄罗斯40.5%的铁矿。此外，别尔哥罗德州还有储量极为可观的铝土矿和磷灰石矿，矿产资源成为别尔哥罗德州工业发展的基础。该州采矿、机械制造、金属加工等产业是重要经济部门。金属原料和轧钢是其主要出口商品，占出口的96%。别尔哥罗德州属于俄罗斯的中央联邦区，首府别尔哥罗德市距离莫斯科约695公里，这里基本位于前线，是俄罗斯重要的后勤保障。自冲突开始就经常遭到袭击。2023年8月15号，乌克兰曾经表示要将别尔哥罗德州作为加入北约的敲门砖。今年3月14号，别尔哥罗德州多次遭到乌克兰袭击。俄防空系统当天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击落12架乌军无人机，拦截8枚火箭弹。3月19号，别尔哥罗德州的格赖沃隆地区遭到乌军持续炮击，9000名儿童被疏散到其他安全区。与库尔斯克州一样，别尔哥罗德州也遭到了叛军袭击，叛军在占领区发起独立公投。